美國世界的霸主，科技的龍頭，跑去抄襲伊朗的自殺式無人機，這不就是另外一種破相嗎？計較的是經濟問題啊，他計較的不是道德問題啊。那死了跟我什麼關係呢？最大的神權國家是美國啊。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這一場戰爭哦，如果我們要推的話，我說美國的破相時刻，我今天就要來揭露這個真相。把鏡頭調在美國，美國有一個最大問題是什麼？第一，美國雖然有主體民主，但沒有主體民主。美國起始的時候是 Anglo-Saxon， 是英國移民來的，但它的人數其實不是很多。北美13州大部分時候在跟印第安人對戰，這一些清教徒跑到北美13州，最主要目的是逃稅，是逃避英國國教的壓迫。所以美國從初始開始啊，它的主體民主雖然是 Anglo-Saxon 盎格魯撒克逊就英國人為主體，但是它的人口一直不是很夠。然後呢，再來美國這個土地實在是太好了，又大人又少。然後來登陸的時候呢，哥倫布登陸的時候，基本上傳播了一輪的天花瘟疫，把美洲大陸上原住民幾乎死得一大片。大家知道哥倫布來的時候呢，就傳播了最主要傳播了天花。天花呢，基本上很猛哦。這是加勒比海，对不對？加勒比海分成呢，这个大安第斯群島跟小安第斯群島。這邊呢，最東邊這個小安第斯群島這邊啊，原住民都被滅絕了。這個疾病太毒了，島太小就死光光。所以呢，當時美國人來的時候，因為經過幾輪的天花傳播啊，基本上死絕了。就也沒有死絕啦，就因為美國大陸夠大，所以呢死了好幾千萬人，就這個概念。當英國人來的時候，他們真的覺得他們來到天選之地，沒啥人，資源又豐富，土地要多少有多少。而且大家知道啊，在新英格蘭這個地方，雖然冬季非常的寒冷，但是夏季因為有北大西洋暖流的加持啊，基本上濕潤多雨，所以至少夏天啊，種小麥啊，釀啤酒那是可以的，對吧？這裡呢，因為冬季是冷的，就盛產那種針葉林啊。針葉林的樹木呢，通常什麼松科類的松脂多嘛，這個做成松脂之後呢，也有這個非常好燒啊，所以這個活動還是挺可以的。好，所以這就造就了美國的一個很神奇的屬性：美國人自登陸到了北美洲開始，他們就認為他們是天選之子。這強化他們信念的是，因為這個德國人的大屠殺，讓他們下定決心非建國不可。所以比起猶太人是被殺了一大輪之後，他們要回到所謂祖宗的南與密之地強行建國，這種天然而然建國的美國的這種建國傳說跟建國神話就深烙在美國人的心中。所以美國的建國之初，它就有很強的一個神學的邏輯在裡面。但是這個神學邏輯呢，又巧妙的被當時的人因為經歷了宗教改革，所以英國人在思想上面是逐步的擺脫了原本的那些制衡。而且呢，大家也知道17世紀是宗教改革的時代，英國恰恰改革的很詭異的地方，因為英國的宗教改革叫做不徹底，但他改啊，因為大家也知道英國宗教改革是誰幹的？英王亨利8世。為什麼？因為他老婆生不出兒子，他就瘋狂換老婆，中間有些沒有用的老婆就把他砍了。亨利8世宗教改革主要是要斷開跟羅馬教皇的連結，原因是因為教皇不准他離婚，所以他就要把政權凌駕在教權之上。這個基底對美國人很重要。雖然後來是美國是清教徒是跑出去，因為清教徒是來自於科文教派嘛，但是英國國教派事實上它是一個改革非常不徹底的教派。它除了老大換成了英國國王，天主教是政教合一嘛，就教皇本人是政治領袖，亦是宗教領袖嘛。政治領袖變成了英國國王，宗教領袖以坎特伯里大主教，也就是英國國王的直屬大主教、皇家大主教作為他的大主教。那這個改革就導致它裡面還是有很濃厚的舊教的思想，就是講南與密的救贖，尋找傳說中的上帝許諾之地。所以你就想啊，當時的從英國跑來到美國的這一群人啊，他是一種思想混雜體啊。所以很多人會理解，在美國史的時候，他理解很奇怪。他說：“你一直說美國是這個宗教國家啊，但是美國又不宗教啊。美國不是講它是現代化的共和國嘛，對不對？美利堅合眾國，它有國會三權分立啊，它靠美國人的建構，靠的是憲法啊，靠的是法律啊，它很有現代性啊。這個講對了一半，但你要想他們的邏輯嘛，英國人就是個混雜體嘛，這個就是英國聖公會的源頭，就是英國國教派啊，又叫聖公宗。所以為什麼美國的總統都要按着聖經發誓？美國的西擴啊，是叫做什麼？叫做一路順風啊。美國從東岸一路擴到西岸是什麼時候？大家知道嗎？到了1850年，它就已經在西岸了。美國獨立革命是1776年，花不到100年的時間，拓地800萬平方公里啊。
何等恐怖的速度。所以美國有一句話叫做昭昭天命嘛，應許之，所以才會有美國人說，哎，美國是什麼？美國是第四羅馬。美國人為什麼侵略性這麼強？他認為他們做的是對。所以回過頭來啊，禮教這種概念在他們當時不一樣。那個加勒比海海盜就是告訴你嘛，能夠做生意就做生意嘛，不能夠做生意就搶劫嘛。美國的底層邏輯是這樣。而這個搶劫是因為我榮耀了上帝，我今天搶完劫我會活下來，是因為上帝給我的保佑。你有沒有發現它裡面演的嘛？海盜們掠奪完之後，這邊 God bless me 嘛，這邊嗶嘛。我不是要侮辱基督教，我先講基督教絕對有勸人為善的內核在裡面。我相信我們有很多觀眾朋友也是基督教徒，但是我要講的是，把他們給全部炸死之後，竟然繼續說伊朗是惡魔。老實講，我到現在對這個小學被轟炸的事情，我還是非常非常憤怒。這就是說他這個背後的邏輯啊。好，所以這樣的一個結果是什麼呢？就是說這場戰爭啊，它除了大家剛才看到的，就是我們表面上這幾天我們講了很多了嘛，內核邏輯它一定有多層次的，不然它不會那麼複雜。就為什麼非打伊朗不可？很多人在講嘛，對以色列來講，不把伊朗除掉，它不能鞏固它的南與密之地嘛。而以色列對於生存問題極其敏感，為什麼？因為這個民主差點在二戰中就被摧毀了，所以它非常強大。而對於美國人來講，持續的掠奪資源這件事情，他們是有充分的精神的支持的。即便美國人多數不支持打伊朗，原因是什麼？擔心經濟不好啊，擔心花太多錢啊，但是就沒有人擔心在伊朗亂殺人。你像同樣的狀況，如果伊朗我們不管是台灣或大陸，只要有人在那邊殺了175個小學生，我就問這場戰爭還打得下去嗎？國內輿情就先炸了吧，不管是兩岸哪裡，只要華人圈的或者儒家文化圈的，就直接炸了吧，對不對？日本人可能要切腹了，这不是開玩笑的。這是底色的不同，就是因為這個底色的不同哦，所以使至於啊，就是這場戰爭為什麼會打得越來越殘酷，而且打的是沒辦法停下來，它的核心邏輯，這肯定有人負責的嘛，這個事情一定炸嘛。但是你看，在美國，川普隨便唬爛一句，伊朗人自己炸的，伊朗人偷了我們的戰斧徐翼飛彈，然後自己炸了自己的小學。如果你沒有這個理解的話，你想他們的人為什麼會對這件事那麼冷漠嘛？他們不是上帝的選民嗎？他們死了跟我什麼關係呢？所以我才說最大的神權國家是美國啊！美國人計較的是經濟問題啊，他計較的不是道德問題啊。但是你如果讓亞洲國家來玩這個的話，那道德問題可能就變得比較嚴重啊。我們在聊這個事情的時候，如果沒有加上這一層哦，今天刻意把這個事情拉出來跟大家聊，也是希望給大家有一個更深一層的認識。這就是為什麼這場戰爭打到現在越打越像不義之戰。因為現在呢，伊朗人選出了誰呢？選出了哈梅內伊的次子啊，我們就全稱小哈。伊朗國內沒有尖銳民主問題，但伊朗國內有尖銳的路線問題。世俗化問題，在這一次轟炸之前，伊朗的問題就在這裡。可是美國因為大轟炸之後，把他的上層都殺光了，所以現在選出了納吉塔巴。簡單來講，就是對美國的一種宣戰，也是伊朗民主啊近代以來最團結的時刻。因為伊朗民主分裂非常久，你從他的這個所謂的二元制的這個機構，到底誰的責任都揪不清楚的情況來看的話，連伊朗人都不見得清楚到底宗教警察跟一般警察管理的範圍。明確的當然知道哦，比如頭巾誰管，但是一般時候你就有時候真的很難分。那另外呢，整個我們講哈，整個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它是由多個部隊所組成的，包含禁衛軍聖城旅，那還有一個什麼？還有一個部隊叫巴斯基民兵。巴斯基民兵呢，就是一個這個所謂類似美國的那種國民兵的那個角色，它是一個民兵組織，但他們平常是要集訓的。巴斯基民兵的直接領導人就是納吉塔巴。巴斯基民兵據說在全伊朗至少有20萬人以上，主力有20萬人以上，廣義上的有人甚至估計更多，也許60萬或更多。伊朗是一個有9200萬人口的國家，所以現在納吉塔巴等於在宗教頭銜上直接跳躍，也就代表什麼意思？現在的伊朗才進入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只是他利用宗教這個色彩、殉道者遺屬這樣的身份，進行了一次伊朗從未成功過的把二元結構的統合。所以川普讓伊朗再次偉大。先不說伊朗被炸得很慘啊，這個被制約什麼、被制裁等等的，伊朗的撕裂的這種社會，這個二元結構來說，第一次被正式的卡在一起。因為小哈就是穆吉塔巴，小哈這個人他本身的教士成績低嘛，他一次跳3級跳到大阿亞图拉合理嗎？不合理啊。但是现在是暫時機構嘛，本來呢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被認為是個貪污腐敗的機構，結果人家一開打發現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還真的能打，還真能打，打到現在有條不紊的該咋打咋打，打了30幾波，打了快40波了，他還是非常有序的在推展他的戰略。無人機從哪裡放，彈道導彈哪裡放，到現在還可以動不動的射那種一兩顆這個大型寶貝極速彈頭的，或者是載彈量1000公斤以上、1噸以上、1.5噸以上、2噸的大寶貝，還是可以動不動去刷。
所以穆吉塔巴上來之後，其實代表了伊朗的一個新的階段。這個伊朗的一戰造星局在穆吉塔巴正式出台之後，其實是伊朗的一個新的紀元。伊朗從來沒有過上下如此團結的時刻。過去非常分歧的世俗派跟教士派第一次走到了一起。這麼複雜的體系裡面，最重要的是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因為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伊朗長期被制裁的關係，所以他的工作就是幫忙伊朗搞走私，這個很重要。除了保衛伊朗之外，發展各種大寶貝、核電的應用等等之外，最重要的是什麼？就是去搞地下經濟。據信伊朗有一支400艘船的超大型影子艦隊，專門在幫伊朗賣油，因為伊朗一年要賣2000億桶油啊。所以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被認為經過長期的發展它已經成為軍商一體制，或者叫軍商教一體制的一個超大的單位，它佔有了伊朗的40%的天然資源，超50%的經濟。所以我們回到這個局勢本質來說，美國為什麼我說它是破相時刻呢？你3航母搞不定伊朗，結果到今天最新的發展。好，我們就來講這個破相時刻。今天的 BBC News 針對川普的抽象言論做了一個整理。他今天講了超多的話，接受超多媒體的訪問，出席了各種會議，而且還有正式記者會。川普告訴CBS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說，我認為戰爭非常徹底，差不多了，表示美國的進度大幅超前，因為他本來認為要打3-4個禮拜，現在大幅超前，現在打11-2天而已。然後回頭他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NBC 的採訪的時候，他說他未排除購買伊朗石油可能性，這的確有人談過。接着他又接受了紐約郵報的專訪，他說政府距離決定是否美軍進入伊朗還差得很遠。向共和黨議員發言的時候呢，川普稱美國被捲入伊朗的短期軍事行動是為了除掉一些非常邪惡的人，並且呢他已經在許多方面得到勝利，但還不夠。另外呢，他回頭又告訴紐約郵報他說他對伊朗最高領袖穆杰塔巴哈梅內伊不高興，但稍後記者會中他並會說明想由誰接替，並且如何達成目標。在記者會上，他又重申對伊朗行動非常成功，但又補充說道，希望確保伊朗在非常長一段時間內無法發展核武一項更大的任務。他告訴記者美國仍有尚未攻擊伊朗目標，但1天之內就能摧毀，表示戰爭會非常快的結束。而且呢，他還對 BBC 駐北美記者說，這是一次非常小規模的行動，並且呢，逐一列舉為什麼非常小規模的行動，但是非常成功。因為呢，伊朗海軍被擊沉，空軍被摧毀，雷達被癱瘓。他希望確保呢，伊朗在非常長的時間內無法發展任何攻擊美國跟以色列跟任何盟友的武器。可是呢，同一時間美國國防部的推特卻說戰爭僅僅是剛剛開始。所以看得出來說現在川普的這個狀況非常的複雜。他到底是覺得戰爭打得差不多了，快要結束了，還是他要繼續呢，準備要進攻呢？沒有人知道，整天言論亂七八糟。但是呢，因為他講快結束，所以油價就稍微回落，所以今天市場方面的這樣的一個思考的問題。那接下來狀況來了，對於美國來講3艘航母要搞定伊朗嗎？搞得定嗎？是小規模嗎？出動 B1、B2、B52、F15、F16、F18、F18EA 咆哮者電戰機、F22、F35全家統式啦，出動空中預警機，出動了空中通信中繼機等等的。所以現在最大的狀況是什麼呢？為什麼我說這是美國的破相時刻？因為看起來美國的底色已經盡情顯露了。對比於禮拜天的狀況我覺得到今天我們要給大家一些新的 image。美國做這些事情他之所以敢這樣搶正是因為他那濃厚的宗教屬性。美國總統偏右美，但他說他們政教合一、政教分離，他們不強調，因為他們政教是融一融合為一所以他們做這些事情有很強的內在動力。這就像是為什麼東西驅動了帝國主義的發展，除了經濟上的利誘之外，精神層次上的你才能夠真正理解到，那這個破相时刻它是多層次，最上層次當然是美國作為世界霸主。但為什麼美國会放任以色列做這種事呢？美國說你怎麼去炸伊朗的這個石油儲存設施，炸了30幾處，炸完之後，那你美國有立刻凍結以色列的這些飛彈炸彈嗎？沒有嘛，你其實只是借由以色列來延伸你的意志而已嘛。對不对？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伊朗的新局是什麼？伊朗在這件事情裡面徹底的被打成一體，所以伊朗會繼續抵抗下去，而且革命衛隊是真能打，繼續放小摩托。
其實最抽象的是美國人逆向工程見證者136無人機。我的天哪！美國世界的霸主、科技的龍頭，跑去逆向工程，跑去抄襲伊朗的自殺式無人機，你能想象嗎？這不就是另外一種破相嗎？美國的科技有多屌？3架航母跑去打伊朗，你的美國科技有多屌？你的軍力有多屌？但為什麼他們依然明智自信，覺得自己超屌？這已經不是科學可以解釋得通嗎？任何人看到美國做這種事情的時候，你的邏輯你要理解嘛？就說那我們的軍工產業應該出現狀況，所以軍事破相、地緣破相、道德破相、底色破相，新局也是多層次的。伊朗的新局，地緣的新局，伊朗可能曾經打開了。美國布局的退縮是一個被迫退縮的一個新局。這裡面我為什麼特別講說一戰造型這個新局，然後會隨着戰爭的持續的拖長，更加的夯實跟確立化。所以這個概念呢，就把今天這個東西就交給大家。繼續不給小牛來請教，就是說最近這個伊朗的事情鬧得這個國際沸沸揚揚。那當然最新今天早上的新聞啊，昨天開始伊朗開始在霍姆茲海峽加強布雷，川普是很不爽，他說他已經炸了10條伊朗的布雷船哦。但其實我們也知道哦，布雷這種東西啊，其實它的這個技術含量非常的低哦，因為現在的布雷其實是很方便的，它並不需要什麼大型的船艦啊。還有其實布雷也可以做近岸布雷，它從陸地上它就可以丟水雷下去，因為水雷它是可以根據水流或者是一定程度的這個移動它放到哪個地方去，看起來要真的排除掉伊朗布雷呢，炸布雷艦其實效果是有限的，主要還是你必須要排雷，然後你必須要能夠護航。你怎麼看現在的感覺？這個情勢這個越來越尖銳。其實這個事情當然對台灣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嘛，因為我們的能源政策的問題。伊朗戰爭不是誰火力壓制誰的問題嘛，是怎麼收場的問題。沒有人會懷疑說美國加以色列在科技跟軍武的量體上面有絕對的優勢，我覺得這客觀事實，沒有什麼好反對。但問題是，即便你有這樣的優勢，就表示你可以順利的收場嘛？也不是這樣嘛。伊朗的優勢是它幅員遼闊嘛，它有一定的物資儲備嘛，那加上你剛剛講的嘛，有宗教的色彩在裡面，所以很難用一般的常理去想象這個國家的決策模式。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你即便他們在比如說轟炸，我可以斬首，可以什麼，他都做得到啊，但是這就表示戰爭結束嘛？不一定啊，所以它會變成一個空前混亂的狀態。尤其是當你採取斬首的措施的時候，你要去想它後面會發生什麼事嘛？有一說啦，就是說這種事情斬首不是1次2次嘛，都發生過，所以他們就長出了什麼去中心化的模式啊，每邊都擁兵自重，我愛幹什麼幹嘛，它更不受控制嘛。他們還可以形成一種協調協作，但又不一定要都不冒頭的狀況，就是他會有他的方法。那這個方法是他不會逆轉整個戰局走向，但他会讓這個東西變成一潭沼澤啊，它就像一個無底洞一樣，就像當年就類似越戰的狀況。就你美國有沒有軍武的優勢？有啊，有沒有人員的優勢？有啊，可它就是不予頑抗。然後因為地形、因為氣候、因為什麼的狀況，你會很困擾。然後因為這個其他國家也有包袱啊，什麼炸到學校了或什麼的，道德他已經不會對伊朗做什麼道德譴責，但大家會對美國跟以色列做道德譴責。現在確實，所以他們會有一些包袱。所以這些都是總體在一個國際衝突裡面的各項指標嘛。所以這個問題從頭到尾就是怎麼收拾。那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一個比較合理的方案，因為當你第一步選擇斬首的時候，就更難收拾，因為我要跟誰談？第一個你斬首之後沒人可以談，第二個你創造了更高的仇恨值。是啊，只要它的結構沒散架，你就下不來。我看委內瑞拉事情，你看委內瑞拉，老實講，它是美國能拿捏的最大軟柿。even 如此，它也正在收尾啊。對，還是沒收尾完。對啊，而且社會黨也沒下來。對啊，你要怎麼治理嘛？你說到就是第一個是你怎麼結束戰爭，第二是戰後秩序怎麼建立，然後建立之後能不能順利治理？全世界都會一起受到牽連，因為它的顯現就是地緣政治的空前不穩，對，各方各面都會有狀況。但美國它也有大方向的可預期性還是有的，也就是它其實是做戰略手做的，因為真的會促使現在的格局改變的關鍵是美國的國內問題。大家對它世界霸主的地位還是肯認的，但問題是你要維持世界霸主，你要擔負很大的義務，也就是你要去負責去處理世界各國的各種鳥事。你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你可以說一不二，你可以有非常大的優勢，然後你還可以享譽全球。但問題是你在處理的時候，你消耗的是國內政治的能量。那川普的上台，在這一個任期尤其的明顯，因為這個任期全部都是他自己人，跟第一個任期還受共和黨建制派的牽制是完全不一樣。他完全自己人，他就很明確嘛，我要說美國、美洲我說了算，歐洲你們自己去想辦法，東亞我尊重強權，但是我維持他一定的槓桿，這樣他才能談判，這就是他的國際戰略啊。那這樣子的國際戰略跟過往美國我全世界我要當世界警察是有一些落差的。那當然你講這些區域的衝突跟地緣，那個是我覺得是技術面的呈現，但總體來講，我會從戰略面來看這件事，它本身就在收縮的過程中。那因為在收縮的過程中，也間接導致各地可能會有一些摩擦出現。因為當你要收縮，出現真空的時候，很多人就會覺得，它有機會或是怎麼樣。那當然就會衍生這些衝突。那這些衝突某一些層面也都在考驗美國嘛。也就是說，當我收縮的時候，於川普或者是說川普這個戰略導引下的美國，它最大的優勢是我既收縮，我不擔負義務，但是我還是享有權利，就是我還是可以執
哪打哪，然後我可以把問題處理好，那他大賺，因為我不擔負成本，但是我可以解決問題。這個才是川普贏學想象中對想象中的贏學，或者說他努力達成的贏學。但是實務上當發生的時候，你就現實擺在前面嘛，你不可能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我不出錢不出力，然後你出事的時候，我要快速能解決問題。我覺得跟現實上會有落差。伊朗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你可以達成優勢，但是你要收場，你又變跟以前一樣嘛。我要投入很多的資源，投入很多的時間，投入很多的方法去穩定這個局勢。那這個難道不會對國內造成消耗嗎？會嘛？你看以伊朗的狀況來講，油價的上上下下，通膨影響它的利率政策，是不是又影響到它國內政治？是，所以你就回到那個回圈裡面，就很難處理。所以你講這件事情是否代表它一定衰退了，或者是一定霸權的改變或什麼？我覺得還沒那麼快，但它現在就是在一個動搖的階段，全世界的秩序是正在被改寫當中。